薛宅，这名字可真偷懒。我猜你父亲姓薛，你母亲姓翟。冯女士，您猜错了，我取薛宅这个名字是为了时刻警醒自己，要让您的丈夫方涛先生血债血偿。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要不是我，方涛这个小偷根本就不可能混进我家。当年我父亲为了我，把你招进我家，未曾想薛宅引狼入室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、我的姐姐，我会因你这个禽兽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一生。小象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不要家庭教师，我不要！你让我做你的家庭教师啊？以后你的作业啊，我帮你写。考试的时候，我给你答案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我就要他当我的家庭教师，就要他，换谁都不行。某种意义上，我算是我姐姐和方涛的月老。姐姐，你今天和方老师结婚吗？忘记今天的一切，不要变成坏人。姐姐，你别走！姐姐，你别走！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忘掉那天发生的一切。写什么写？你爸下个月不给我发工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钱都是我的。那我爸爸没钱了怎么办？没钱怎么办？没钱当然去死啊！你爸公司的钱啊，全被我转移了，还不跑路，竟然还借高利贷给员工发工资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蠢的人。唉，命都要没了，还不忘让我来领最后一个月工资。戴先生，你搞得让我真的很感动啊！你还我爸爸，还我爸爸！为了钱不惜双手沾满鲜血，这样的人真的不会遭报应吗？报应，这不就来了？我看你的求职简历上写着，你在水木大学读书期间，曾治愈过数名孤独症儿童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我查过学校的资料库，压根儿就没有治愈孤独症儿童的项目，他根本就不是水木大学的学生。妈，这个人就是一个想混进咱们家、动机不纯的骗子。妈，你怎么什么人都相信啊？最近咱们家已经混入了5波骗子，这个是最离谱的一个，居然敢假扮我的学长。那这毕业证总不会是假的吧？这毕业证好像是真的。你是不是欠学长一个道歉？你真的是敏敏的学长？那你说的治愈孤独症儿童，难道也是真的？我有慈航医院盖章的认证证书，您看一下。慈航医院和我们慈善基金会有合作，这个章我认的，绝对错不了。老公，你就让他做小旭的家教吧。好啊，随你。不行，以我的直觉，这人有问题。哎呀，好了，敏敏，不要整天疑神疑鬼的了。我一会儿要去参加慈善募捐，送你去学校。妈，哎呀，走啦。水木大学高材生，治愈孤独症学术天才，
履历很豪华呀。这么豪华的履历，应聘的竟然是个家教。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来我家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姐姐，我没办法忘记那天发生的一切，但是我答应你，不会让自己变成坏人。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还容不到你放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必须放肆一下。这里真的是你家吗？你干什么？在我自己家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老公，哟，薛老师这身上这衣服怎么这么脏？这要是出去，还不得让人笑话？老公，让薛老师在咱们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再走。你去洗个澡，我拿下我没有穿过的衣服给你。方先生不穿的旧衣服也可以。浴室在哪儿？那边。薛老师面试情况怎么样？我不喜欢。我走之前去看一下方旭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干什么让他在这洗澡？他是小旭的家教。那我不管。原来世人眼中的神仙眷侣也会闹别扭啊。你是不是在？喂，孙助理，买部新手机送到我家。我现在正好没事，我去买吧。薛老师，你陪小旭玩一会儿，我很快回来。折好了，你玩这个。好。这样不行。这样可以。薛老师，等一下。薛老师，麻烦了。应该的。
薛老师，你应该不介意我多了解一下吧？慈善晚会啊，你遇到张总，帮我打听一下，方氏集团什么时候？冯先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小薛折的。薛老师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小薛要是早点遇到你该多好。您客气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薛老师，等一下，这大晚上的也不好打车，我载你一程。我临时有别的安排，薛老师就在这里下车吧。你是公众人物，跟这种来历不明的毛小子最好保持距离。我自有分寸。下周出差，本来还想让你跟我一起去，话这么多，还是算了。好戏即将登场，那就件事。薛老师，你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答案很快就要揭晓了。哼。既然你们夫妻俩都这么喜欢监视别人，那就祝你们玩得开心。20年前你怎么破坏了我家，现在我就怎么还给你。戴夫人，有些事情我应该让你知道。你看，戴夫人，咱不能坐以待毙啊，否则您跟您的孩子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，更不应该相信方涛那个骗子，是我害死了你。晴晴，妈陪你了。20年前，那个自称老师的斯文败类，欺骗我姐姐，利用我母亲，害死我父亲，让我沦为孤儿。方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准备好迎接我的复仇了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才是这样，那容不得你。哎，薛老师，咱赢。你真的要在公司即将上市的时候闹得鸡飞狗跳吗？行，今年公司分红，我要额外的20%。15%，不能再多了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合计合计，
到底是谁在搞鬼？薛老师，有时间聊聊吗？薛老师，解释下，知道怕了。方氏集团发布公告，将在年内冲刺上市。一旦上市成功，方氏集团将迎来跨越式发展。方涛、冯鑫夫妇也将跻身富豪榜前列。看在小旭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薛老师，能把我的刀取下来还给我吗？可以。薛老师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应该知道些什么吗？你在干什么？高叔叔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不准随便伤人。不，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立马给我走人。我们，怎么，你是想拖着受伤的手离开我家，在我爸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刻，给他来个突发新闻啊？小方旭，姐姐已经1个星期没回家了，有没有想姐姐？叫声姐姐来听听。也将跻身富豪榜前列。姐姐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姐姐。你打算瞒着我爸妈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和薛宅大学就在一起了。这个人他知道小徐是孤独症患儿，才特意学的孤独症治疗。你们就别再为难他了。他是小旭的家庭教师，我怎么会为难他呢？薛宅来家的时候，明明啊，你可是第一个反对的。现在他成了你男朋友，你觉得我跟你妈会信吗？我当时反对，是因为我觉得他隐瞒自己的身份来当家庭教师，太胡来了。但是现在看到小旭进步的这么明显，我当然也不能再拖他后腿啦。我和薛宅去外面吃饭。米米，我今晚要去外地参加慈善拍卖，你不留下来陪我吃晚饭吗？他敢搞事，我宰了他！做事能不能不要毛毛躁躁？公司马上就要上市，闹得沸沸扬扬，怎么收场？别冲动。我去摸摸他底细，不会轻举妄动的。游戏真是越来越有趣。
等我出差回来，再陪咱们的薛老师好好玩玩。就在这里吧。这外面死过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讲故事吧。渣男结婚那天，他穿着婚纱跳楼了。被男人抛弃，穿着婚纱跳楼，这种恋爱脑，简直就是当代女性之耻。你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我应该听过吗？哎，等等！我可以继续帮你打掩护，作为交易，我要你答应我，治好小旭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方旭已经5年没有喊过我姐姐了。我不在乎你混进我家的目的，我只在乎小旭能不能好起来。这笔交易，你考虑一下。成交。希望他能活到小旭康复的那天。给你个建议，安安分分的治好小旭，拿钱走人。你玩不过我妈妈的。你妈妈？她这是在提醒我什么？害得我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，难道是他？冯女士，你藏的可真够深的。名正英雄，小冯的字画，起步价50万，51万，好，51万，60万，60万，100万，好，100万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100万1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3次，好，成交！哈哈，感谢冯女士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，鼓掌！好久不见啊！上次见面已经是7年前了。5年前，有空常回来看看，毕竟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。话说现在孤儿院重建需要一笔钱，能不能？我是慈善家，不是提款机。晦气。这就是咱们薛老师的档案，一片空白，就连薛宅这个名字，估计也是随便取的。这人伪造身份进入方家，图谋不轨，必须除掉他。杀掉一个没名没姓的人就完事了，你敢保证他没有同伙？哼，必须要知道他的名字。
薛老师，上课辛苦了，来吃点水果。嗯。尹成，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在搞鬼！哼！薛老师辛苦了。薛老师，等一下。小旭最近进步很大，我想请薛老师吃顿饭来表示感谢。正好今天晚上邀请了一位薛老师也认识的客人。薛老师，留下吃个晚饭吧。哼。你刚才说我也认识的人是？人来了你就知道了。慈然女王，怎么突然今晚有空请我吃晚饭呢？不突然，一点都不突然。这你的邀请函来我们家都已经半个月了。我不懂你在。什么？你竟然混进了方家，真是太好了！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一定要找我。你在方家一定要格外小心，尤其是冯鑫那个人，简直就是个笑面虎，你尤其要提防他。我会小心的。哦，薛宅啊，你认识我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。我也没想到。院长，我们至少得10年没见了吧？对呀，你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呀！继续演。知道你这出戏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吗？如果你们10年没见，为什么薛老师口袋里的孤儿院徽章却是今年的最新款？这院长怎么不吃啊？怎么年纪大了胃口不好？你还真敢吃！院长，跟你开个玩笑。我记得院长以前最喜欢跟我开这样的玩笑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对了，院长，下次再介绍人到我家的时候呢，记得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说一声。这要是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那都不好。就像5年前那次。动筷子呀，饭菜都凉了。对。我去趟卫生间。我明明记得今天早晨的徽章给你的是……院长，你下次注意点，这么明显的破绽会害死人的。难道真是我搞错了？在聊什么呢？
刚刚院长跟我说你在孤儿院长大的事情。哦，都聊了什么？也没说什么，说你在孤儿院，我们还是说薛宅在孤儿院的事儿吧。我现在突然对薛老师的故事没有那么感兴趣。那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我现在对这顿饭什么时候结束比较感兴趣。哼，薛老师，多吃点儿。吃完饭，我跟你讲讲5年前的故事。好。薛宅，你不一起走吗？我要和薛老师单独聊聊。哼，你刚刚跟我聊什么？5年前的事情吗？哼，5年前的事不重要。那你留下我是为什么？为了让那个恶心的老东西觉得你已经投靠我了。哼。哼。哼。院长，我们成功了。冯鑫想离间我，只要我们大吵一架，在他眼里我就是他的人了。哼哼，你个王八蛋，进方家不过半个月就投靠了那个女人。哼。哼。我要知道方氏集团新游戏上线的准确时间。你会乖乖听话的，对吧，太下？我要知道方氏集团新游戏上线的准确时间。你会乖乖听话的，对吧，太下？尹晨用什么威胁你的？没什么。薛老师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，请尽管说。不需要。哼，看来我们薛老师的秘密劲爆呀。哼。你也被尹晨威胁过，对不对？哼。哼。薛老师，楼上聊。你应该猜到，你不是尹晨派来我家的第一个人。上一个人喝了这杯茶，我告诉你那个人的下场。你怎么知道尹成那个老东西威胁过我？从我做第一份兼职开始，尹成就变着法子让我给孤儿院捐钱。刚开始还动之以情，后面直接卸下伪装，威逼利诱。你这么有钱，肯定躲不过去。哼。上一个尹成派来我身边的人已经失踪了。薛老师，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帮尹成做事，然后祈祷自己某一天不会突然失踪；第二，就是把你的秘密交给我，然后继续做小旭的家庭教师。薛老师不用这么着急做决定，毕竟说出自己最大的秘密需要时间做心理建设。我给你3天时间。薛老师不用这么着急做决定，毕竟说出自己最大的秘密需要时间做心理建设。我给你3天时间。对不起。方氏集团新游战国预计上线时间为10月22号。
看什么呢？这几天公司有点忙，没顾着上问。薛宅这几天老实吗？看起来不是很老实。新游戏上线时间为10月22号。见面手。做事还挺谨慎啊。隐姓埋名潜伏在仇人家，不谨慎很难活下去。你先告诉我5年前的事情。5年前，我第一次派王斌去方家当保安，结果不出1个星期就失踪了。王斌？对，就是那个从小追着你喊哥哥哥哥的王斌。新游戏什么时候上线？10月。10月几号？到了那天我再告诉你。你敢耍我？我明天就把你的资料给那个女人，会让你死得很彻底。你真是疯了！好，我陪你玩。我明天就去找冯鑫。小片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给我500万，不然全世界都会相信那个消失了5年的名字——王斌。我明天上门拿钱。找死！哼！尹成那个老东西，居然拿5年前的事来威胁我，想死我成全他。等一下，这件事有蹊跷。尹成那个老东西不会这么蠢。你明天去找尹成，把事情问清楚，问清楚之后再动手。哼！薛老师早上好。咱们薛老师今天好像有心事。是吗？哼！小王子迷惑不解地离开了。薛老师，带小薛去2楼，我要在楼下接受采访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下楼。走吧，小薛。冯鑫女士，作为知名慈善家、社会名流，您的人生可以称得上精彩。可是5年前，根据您家的保安曝光啊，他说你伪造档案。您其实出生于孤儿院，而且与那些蛇蝎心肠的混混蛇鼠一窝。对此您怎么看？蛇鼠一窝啊！孙记者，你确定要用这样一个词语来描述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慈善家？所以，你是为了钱来的？蛇鼠一窝啊！孙记者，你确定要用这样一个词语来描述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慈善家？啊？这件事有蹊跷，尹成那个老东西不会这么蠢。你明天去找尹成，把事情问清楚，问清楚之后再动手。所以，你是为了钱来的？啊？
要是冯鑫看到这档案袋里的资料，一定会给同心孤儿院捐钱的。你想要多少钱？500万够吗？够了够了。不过，你不想先知道他的名字吗？冯鑫女士，我们确实不该用网络上的捕风捉影来浪费您的时间。冯鑫女士，我们确实不该用网络上的捕风捉影来浪费您的时间。冯女士，我能给您的儿子拍一张照片，用于儿童慈善活动做宣传吗？孙记者，回去告诉你们台长，柜台以后就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。好。唉。薛老师看起来很害怕，是因为这个？薛老师，楼上聊。发觉1寸光阴1寸。薛老师，知道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吗？我还不知道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想先知道他的名字吗？找死！让我看看那个老家伙给我带来了什么好东西。吓到薛老师可就不好了。哼。自由了。哼，终于摆脱那个老东西了。哼。薛老师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秘密是什么？我的秘密是……薛老师的秘密既然这么难以启齿，那还是不要说了。哼。薛老师，你之前是什么秘密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这把杀死尹成的凶器就是你最大的秘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问你，谁允许你还在这儿的？你的母亲冯鑫女士。我对你的建议一直没变，安安分分的给小旭治好病，拿钱走人，否则……多谢了，要不是你的提醒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家真正的主人原来是你母亲。你……哎，敏敏，你回来了，我要出差几天，薛宅这几天会在咱们家住，方便照顾小旭，你们2个人好好相处，不要吵架。薛宅，我要跟你分手。薛宅，我要跟你分手。怎么刚一回来就跟薛宅吵架呀？妈，
我的课题指导老师是薛宅的导师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薛宅在学校里面品行不端，经常偷舍友的东西，还屡教不改，他就是一个小偷。小偷？对妈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。嗨，敏敏，这样的闲言碎语你也相信？今天早上薛宅刚把领到的工资捐到了我们慈善基金，这样的人会是小偷？该出发了。好了，敏敏，我还要赶飞机，不管你和薛宅有什么误会，等我回来再说，好吗？不好，这个人必须离开我们家。敏敏，我要赶飞机，你和薛宅……好，你先忙，我和薛宅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好，你先忙，我和薛宅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那好吧。我们小旭真是越来越棒了。薛宅和明明吵架了，小情侣闹别扭罢了，不打紧。要不我留下来照看明明？哼，我怕他被薛宅那小子欺负。哼，我冯鑫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会被一个男人欺负？喂，教授，我申请在家做课题。好的，我挂了。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喂，教授，我申请在家做课题。好的，我挂了。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我不在乎你混进我家的目的，我只在乎小旭能不能好起来。成交。我对你的建议一直没变，安安分分的给小旭治好病，拿钱走人。否则，喂，高教授吗？您之前是不是带过一个叫薛宅的学长？方便跟我说一下薛宅学长的过去吗？啊？薛宅学长改过名字？怎么，炮下毒啊？怎么，炮下毒啊？薛宅不是你的本名，对吧？高教授还和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。学长，敢吃我做的东西，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试着对多维吸收数据进行高维特征映射。bug 解决了。高教授除了和你说我的坏话之外，应该也说了我算法开发很厉害。以后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可以直接问我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高教授跟我说，你的算法开发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了，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放弃？当然是为了让你继续我的课题啊。
为什么要在关键的时刻放弃？当然是为了让你继续我的课题啊。还在为选课题而烦恼？啊，这是你学长研究到一半放弃的课题，我感觉你会感兴趣。你该不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谋划？当然不是，我发现不结合实践，单靠算法很难成功，所以才中断了算法开发，转而去学习孤独症治疗。高教授，我想和您打听一件事儿。你说。薛宅学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孤独症治疗的？我清楚的记得是5年前，他突然就对孤独症出现了兴趣。小旭已经5年没有喊过我姐姐了。5年？你5年前就盯上我家，小旭当年刚一发病，你就开始研究孤独症治疗，为的就是今日作为家庭教师进入我家，对不对？怕了。5年，你谋划了至少5年。你觉得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妈，她还敢留你在我家吗？现在，这把杀死尹成的凶器，就是你最大的秘密。你可以试试。你还没赢，你还没赢。撒哈拉沙漠遭遇了一起飞机事故，远离人烟的沙漠中，王子公主幸福。这行代码没错，干嘛一直删除啊？据我所知，7月15号就要交第一次课程进度报告，你这一直纠结一行正确的代码，恐怕得延期喽。你，我们今天必须把事情说清楚。妈妈，哟，我这出差1个星期，你们还没吵出结果？妈，今天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妈，今天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妈妈，敏敏，你有什么事要说？没什么。生气的女人很难搞吧？还好还好，挺有趣的。上市审批卡住了，原因呢？游戏业务发展停滞，缺乏核心技术，公司发展前景悲观。我吃完了。都怪你，一家人团聚，一开口就这么扫兴。哼。游戏公司的核心技术是什么？算法。敏敏不就是研究算法的吗？爸，我要回一趟学校，去做一下那个学术课程进度表，你帮我盯紧薛宅。也不知道妈最近是怎么被他洗脑的。敏敏，你现在课题做得怎么样？很顺利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给我一份拷贝本，我让公司的算法工程师看一下，提点意见。怎么，连爸爸都信不过了？
啊，公司的游戏算法开发的非常顺利，内测版玩家在线时长提升了足足1倍，充值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本台最新消息，多名学生沉迷方氏集团开发的游戏，过度消费，甚至欠下巨额债务。玩家父母在游戏公司门前抗议，全网掀起抵制浪潮。方氏集团冲刺上市，前景悲观。作为孤独症患者的父亲，我本想在游戏中完善算法，造福更多的孤独症患者，但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。方先生，衷心的祝愿您和您的儿子早日康复。好，结束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来，手麦，关灯。孙记者的业务能力提升很快嘛，下次再见到你们台长，我可要当面的好好的夸一下孙记者。哎呀，感谢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！哎，都是一家人，干嘛闹得鸡飞狗跳的呀？都是一家人，干嘛闹得鸡飞狗跳的呀？哼，薛宅，劝劝敏敏。啊？你一点都不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这个算法是我们一起……这是你的算法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妈不是让你哄我吗？你可以开始了。第一次看你笑。我不是经常笑吗？好了，现在开始劝你别打岔。就算没有你的算法，方氏集团也会买其他算法。让我生气的不是算法。不错。让我生气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、母亲居然还没有一个外人在乎我弟弟。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应该大闹一场。你现在应该大闹一场。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偷窃我的算法也就算了，你竟然利用小旭做公关博取同情，天下哪有你这样的父亲？你爸这也是为了这个家。你别看现在集团如日中天，可是如果1年之内不能成功上市，贷款到期，方氏集团就要面临破产。你那么关心小旭，难道愿意看他流落街头吗？你现在应该大闹一场。妈，你别想着替爸开脱。好了，我也没有准备为自己开脱。公司用10%的股份买下你的算法，以后你就是公司的股东，公司家里的所有事情你都能说得上话。利用我对付我父母，薛老师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呢。爸，这股份我就不要了。也对，你现在专心完成你的学业，方氏集团以后都是你的。不，我准备周一就去方氏集团上班，以实习生的名义。白拿10%的股份当股东不当，非要从底层实习生做起，狗血之上剧看多了吧？王子公主幸福，王子公主幸福。让复仇的前朝王子遇上当朝公主，这可不是什么王子公主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童话故事。
小旭，你干嘛？姐。嘿嘿。薛宅，你在我房间干嘛？小旭，奖杯。小旭，给我出去！给我出去！差点被你害死。明明怎么还不下来吃饭？明明就算再是天才，也是第一次上班，难免有不会的地方。他又不肯让我帮忙。你的房间阿姨一会儿就打扫好，你就在这儿工作啊。我妈现在可真信任你啊！你是怎么讨好她的？成年人的信任从来不是建立在讨好上的。成年人的信任从来不是建立在讨好上的，就像工作也不是你这样做的。这些是数值策划的工作，这些是后端开发的工作，这个才是你的工作。可是我当无所不能的女强人和被人欺负的实习生还是有区别的。我要出去吃宵夜，一起。谢谢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家。好。我们这算约会吗？我们这算约会吗？你好，两位是情侣吗？今天我们餐厅情侣特惠活动，情侣7折。对，我们是情侣。kiss 时刻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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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不亲也可以在里面吃饭的，只是没7折优惠。你找的地方不靠谱，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？尝尝，怎么样？我想知道你的真名。你确定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真正的名字就锁在这个保险箱里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知道真相，你一定会后悔。重要的是真相本身。
真相就在里面，自己想办法打开吧。敏敏，你干嘛？我手机在充电，想用妈你的手机买件衣服。妈，解锁密码。谢谢妈咪。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就你这心理素质，是怎么考进水木大学的？你居然是考进水木大学的，我们都是保送的。请考进水木大学的学长让一让，我现在还要从我妈那儿搞到钥匙。哎妈，这个包好好看啊！我去照下镜子啊。站住！你昨天就鬼鬼祟祟拿我的手机买衣服，今天又要背我的包，你是不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？可能吧。一个包而已，送你了。谢谢妈。哎，等一下。拿去。下次出新款，第一时间帮你买。好的。要不要帮忙？小旭，别跑了，要摔倒了！啊！你摔倒了没有？以后不要乱跑啊！我上楼帮敏敏改一下 bug，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。好，你们先忙。看吧，看完我再告诉你20年前的一切。你还想不想知道20年前的故事了？死了有什么用？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难道你还想杀了我灭口不成？故事该从什么地方讲起呢？哦，就从你爸来我家面试开始说起吧。我失去了所有亲人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而你住着我的房间，享受着属于我的一切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哼！雪宅，你敢欺负敏敏？跟他没关系。我说过你会后悔的。
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，我不知道，我住的地方一直都是……我相信你。走吧，我帮你找个落脚的地方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是我一直常租的房子。你一直住在酒店？进去你就知道了。你天天盯着方家的一举一动，我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邻居了。冯鑫女士，看到你假借慈善的名义敛财，我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呢？不过那些被你伪善外表蒙蔽的人，应该会很惊讶吧？近日，有人在网络上曝光一份人心慈善基金会的财务报表，显示人心慈善基金会存在大批善款被挪用的情况。知名慈善家冯鑫被认为是侵占善款的罪魁祸首。你怎么回事？作为方氏集团的形象代言人，闹出这么大的丑闻，你让我怎么跟全公司交代？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自己收拾。不行，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，我得想个法子及时止损。包括你一则声明，为了表明我一心慈善事业，没有任何私人考量，我将捐出我名下所有的钱。敏敏，你这是要害……薛宅，原来是你小子在搞鬼！原来是你小子在搞鬼！老高，那把刀呢？把那把刀还有尹城薛宅的其他证据都交给警察。那小子害我损失惨重，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怎么，连你也要反对我？如果我们现在把薛宅送进监狱，敏敏会恨我们一辈子的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今天来找敏敏。不，你得回去。回去做什么？住在偷来的房子里，假装自己是个金枝玉叶的公主，假装不知道我的母亲利用慈善的事业敛财，假装不知道我的父亲利用氪金游戏掏空玩家的钱包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改变他的。敏敏，你回来了，母女吵架不至于。敏敏，你可真是让妈刮目相看啊！让男朋友学习孤独症治疗，以家教的身份进到我家，挑拨我和你父亲之间的感情，盗取我的财务数据来对付我。敏敏，她怎么会？你只是利用我对付我的爸妈。不，你得回去。回去做什么？住在偷来的房子里，假装自己是个金枝玉叶的公主，假装不知道我的母亲利用慈善的事业敛财，假装不知道我的父亲利用氪金游戏掏空玩家的钱包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改变他的。
敏敏，你回来了，母女吵架不至于。敏敏，你可真是让妈刮目相看啊！让男朋友学习孤独症治疗，以家教的身份进到我家，挑拨我和你父亲之间的感情，盗取我的财务数据来对付我。敏敏，她怎么会？你只是利用我对付我的爸妈，你只是利用我对付我的爸妈，你们都一样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冯鑫的女儿绝对不会任一个男人来摆布。敏敏啊，你一开始不是不要公司的股份吗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因为我想明白了，有些东西还是拿在自己手里最安心。明天我会召开董事会的扩大会议，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新规划。召开董事会的扩大会议，讨论公司未来发展计划。过度依赖氪金游戏的经营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的长远发展。明天董事会上，我会提出立足技术、造福社会的新规划，以摆脱长期影响公司发展的负面企业形象。说到企业形象，我明白，我现在的社会形象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方氏集团的形象代言人了。我主动解约。女儿长大了，你开心才对，生什么气啊？这才像我冯鑫的女儿，被一个男人耍得团团转，怎么可能？我不会让你如偿所愿。冯鑫，高守文。敏敏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公司的事情如果要探讨公司事务，请以职务相称。方副总，我还是方总呢，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跟上级说话的态度？你一定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我吗？我发展游戏业务，还不是为了让公司挣钱，让员工有工资拿吗？不是我反对您，是所有的董事都反对您，包括你的妻子冯鑫女士。敏敏，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，甚至有公司的股东建议你来做形象代言人。天才少女，热衷用技术来造福社会，你的形象正是公司现在所需要的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。为什么帮敏敏一起对付我？为什么帮敏敏一起对付我？某人5年前就说要带着方氏集团上市，结果呢？好啦，现在公司谁说了算重要吗？毕竟我和你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一旦上市，咱们的资产暴涨几10倍。薛老师这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吗？你怕是不够资格吧？这绿茶可以提神醒脑。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？方先生，你知道你的妻子为什么会背叛你，转而支持方敏敏在公司夺权吗？背叛？你又想挑拨我们夫妻感情是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
敏敏，你的新算法开发的怎么样了？进展得很顺利，最迟今年冬天就能投入应用了。到时候我会停掉游戏板块，专注发展固地症治疗。薛老师下班不回家，来这儿干嘛？似乎没有人留你下来吃晚饭吧？我邀请的他。薛老师今天给了我一个他研发的用于孤独症治疗的算法，完善程度比敏敏的高。哼。我可以带领公司自己的研发团队去进行算法的迭代，您为什么要邀请一个外人，受制于人？在这点上，我同意敏敏。不过，敏敏，你确定要停掉公司的游戏项目？必须停！方氏集团想走上新的发展道路，就必须丢掉氪金游戏的包袱。现在你还支持敏敏吗？你们接着吵，我睡觉去了。谁准许你留宿的？晚安。敏敏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就是因为没有做你的傀儡，听你的话吗？看来你的女儿不只不受男人的摆布，也不受她母亲大人的摆布啊。哼。哼。哼。公司的事务可以去公司讨论。难道我们之间除了公司的业务，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聊的？我要开除薛宅。我不同意。你之前是敏敏阻止，现在又是你，难道你们都没有发现薛宅那小子没安好心吗？我怎么记得当初你挺信任薛宅这小子的，你还撮合他跟敏敏的关系，现在后悔了？哼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！哼！冯女士可真性感。你要是寂寞难耐，就去找野男人。哼，薛宅是你啊？冯欣女士好像对我有些恶意，如果她对付我，我一定保你。方先生，你觉得我还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我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方先生，你应该懂我意思吧？这个用于孤独症治疗的算法已经达到了商业条件，只要方先生拿到这个算法，就可以在公司重新掌权。方兴科技是我秘密控股的一家公司，我给你10%的股份，并且任命你为方兴科技首席指挥官。这个条件满意吗？方先生，您的妻子知道你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条后路吗？方涛，我们的身家性命可都压在了方氏集团。哼，今天别去公司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关上门好好聊一聊。敏敏那儿我已经说通了，现在就差你点头了。谈就谈呗。哼。你确定要保这个人？冯欣女士好像对我有些恶意，如果她对付我，我一定保。这个人对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哼。
薛老师，你被开除了。哼。妈，薛宅呢？薛老师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请假了。正好趁着外人不在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谈一谈。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？怎么，觉得有人会救你吗？我在笑你，人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而你呢，却在这荒郊野外干这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难怪不敢和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认。什么？什么亲生女儿？你别胡说！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天天喊别人叫爸爸，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谢谢啊。故意激我，找死！一家人嘛，凡事都好商量，何必闹得鸡飞狗跳呢？妈，你对薛宅做了什么？高叔叔人呢？混蛋！我说方氏集团怎么一天不如一天？哼，原来是你这个蛀虫，掏空了方氏集团的家底。方涛，别装傻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妈，我问你，高叔叔和薛宅人呢？你们，爸，你怎么？别叫我爸，我不是你爸，高守文那个混蛋才是你爸。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？高守文在西郊 B17号仓库。妈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为什么不拦着他？敏敏，以后这个家就咱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了。喂，我要报警！西郊的 B17号仓库。敏敏，你疯了呀！如果他们不自相残杀，合起伙来对付我们拿什么应付？所以你是故意让他们两个自相残杀的？他们一个人隐姓埋名，帮你干了20年的龌龊勾当，一个帮你打点了公司20年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。你故意激我，找死！高守文，你个混蛋！我养育了你20多年，你他妈的敢管我老婆？这里是敏敏的头发，你敢给我头发让我做鉴定吗？方涛，有没有可能你才是第三者？我冯鑫、戴晴从小在同心孤儿院一起长大，戴家夫妇本来是要领养冯鑫的，可是戴晴那个妮子耍手段，夺走了冯鑫本该属于他的人生。我立志要帮他夺回这一切，可是他说他需要一个帮手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行，我们还得需要一个帮手。是不是当了20年的方总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？让我提醒提醒你，你就是农村来的穷小子，扮演富家公子，想骗冯鑫却被一眼识破。不可能！你他妈的胡说！
方涛，我等了20年。刚刚是不是漏掉了一个关键的信息？什么？我姐曾经问过我妈，当初为什么选择领养她，而不是另外一个更聪明的女孩？你猜我妈怎么说？我妈说，她和我父亲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她只想领养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儿作为后续，而冯鑫从来就不在他们的备选名单里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冯鑫跟我说，戴峰夫妇本来就是要领养他的，是戴晴在背后搞鬼！你和方涛都被冯鑫利用了！不可能！你去死吧！在下，我死了，你觉得你女儿能对付过冯鑫吗？照顾好的，否则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我妈想在这儿办葬礼，我没同意。我不想让这个满手鲜血的凶手玷污了你们一家的亡魂。谢谢。高，我父亲临死前有跟你说什么吗？那照顾好的。你父亲死之前说，他说他做鬼都不会放过我。方氏集团总经理方涛近日死于凶杀，凶手是为方家工作20余年的保镖。有人怀疑这起凶杀案与方氏集团内部权力争夺有关。方涛的妻子男人都是祸害，死了还要给我添麻烦。如果我是你，就把公司的全部股份都转让给方敏敏。凭什么？以你现在的社会形象，带领方氏集团，不出3个月肯定破产。到时候不光股票一文不值，还得被债主天天堵门要债。敏敏就不一样了，他形象正，由他带领公司，方氏集团还有机会活下去。这是你唯一的选择，我相信你本来也打算这么做吧。你既然知道，还跑过来说一遍干什么？当然是故意恶心你。哼，看来只能祸水东引。妈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我本身也没打算以这种方式拿到公司的控股权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能不愿意呢？敏敏，方涛的股份我已经全部转到你的名下了，你现在是方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妈以后能不能躺着分红，可就靠你了。哦，对了妈，我跟血债商量过了，会将方氏集团转为非盈利机构，方氏集团会专注于慈善机构，不会有任何的分红。
冯女士，记者会可以开始了吗？我今天召开新闻会，是为了宣布一项重大的决定。在我丈夫死后，我非常的痛心。在我和我的女儿商量之后，我们一致决定将方氏集团注册为非营利机构，造福社会。冯鑫女士，我刚刚收到一份匿名信息啊，说方氏集团现在实际控制人其实是方涛的女儿方敏敏小姐，而把方氏集团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也是方敏敏女士的决定。方敏敏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任何事情都会一起商量，何来她决定还是我决定一说？可我刚收到一段录音，是您和您女儿的对话。你现在是方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妈以后能不能躺着分红，可就靠你了。这只不过是我和我女儿的玩笑吧。如果我真的舍不得方氏集团的分红，我又怎么会把我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她呢？冯鑫女士，能跟我聊一聊您是怎么一步一步拥有今天的成就的吗？众所周知，我出身豪门，名校毕业，我从小就同情那些为生活而奔波的人。冯鑫女士，等一下，我这里有一份新的信息，照片、名字都是您本人，可上面显示您是在孤儿院长大，也并非是名校毕业。冯鑫女士，我这里刚刚的线人回复，他说他叫戴夏，他才是这栋房子真正的主人，说您只是寄居在他家里的一只蟑螂。原来是你这个小兔崽子！20年前我就该弄死你，从我的家里滚出来！20年前我就该弄死你，从我的家里滚出来！20年前，冯鑫女士，你刚刚直接承认了你与20年前戴家惨案有直接关联，对吗？我没有承认，我没有承认。20年前的事情，也该公之于众了。20年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没有承认，我没有承认。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弄。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我现在已经帮不到你了。心中燃起涅槃的剑，早搁天地间，湮灭了时间，把伤痛都深埋进荒原，伫立天地间，历尽了世凡，一路的思念化作漫天绚烂。这个房间还给你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方总，你母亲失足从楼上摔下来了。什么？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让你永远不会变动，专注的爱着我，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最后。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
受。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仅存这一场空，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。